540万美元暴露美国丑陋，是俄罗斯没想到钱和仁慈都没了，也给中国提了个重要的警醒啊！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养观察室。有消息显示呢，美方已经授权将因为制裁而没收的俄罗斯商人的540万美金归划于乌克兰政府，用来支持泽连斯基当局。去年4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俄罗斯展开一系列新一轮的这个制裁，制裁的对象呢，就包括俄罗斯商人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2个月之后，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扣押在马洛费耶夫名下的美国银行账户里的数百万美元资产。如今看来，这一数字540万美元。然而，将冻结在美国银行俄罗斯商人的存款划归乌克兰，不得不说，这一举动呢，不仅令全球商业界震惊，也令全世界惊讶。美国到底有多无耻，一而再再而三地刷新外界对该国的认知。要知道，这笔资金属于俄罗斯商人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也是人自己的个人财产。即便为了打压俄罗斯美国强制性的没收他的财产，但私有财产是美国没有权利支配的。将他的财产给乌克兰，这与直接上手抢没什么区别。这过去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口口声声说着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果到他们自己身上维护价值就如同垃圾一样被丢在一旁。援引俄罗斯副外长的话来说，美国把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移交给乌克兰就是盗窃行为，仅凭一个重建乌克兰的借口就进行公然的抢劫，把丑陋和无耻展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就料到美国会非常无耻，只是无耻程度还出乎他的意料。抢劫已经是俄罗斯方面所无法接受的了，结果谁知道美国甚至开启了天理难容的先例，把资金划归给乌克兰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如果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在玩火触碰俄罗斯红线的话，那么此番与玩火也没什么区别。抢俄罗斯人的钱去支持俄军的敌人，美国这么做很可能会让俄罗斯人在失去金钱的同时，连带着仁慈也没了。普京过去就发出过警告，必要的时候俄罗斯不排除会使用核武器。那什么是必要的时刻呢？前段时间俄罗斯方面声称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都会加剧局势紧张，会让俄罗斯转移攻击目标。而上述说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呢，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进行军援是在触碰俄罗斯的红线，而至此同样的，对俄罗斯人进行公开抢劫也是在触碰俄罗斯人的红线。俄罗斯对此会没有反应吗？分析认为，普京绝对会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不说战斗民族有多强，光是总统普京就不是一个善茬，向来是有仇必报。当然，这次美国因为540万美元就露出了强盗的真实嘴脸，一来可以反映出呢，随着对乌克兰援助持续加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撑不住，想要继续去填这个无底洞只能寻求外援。所以为此不惜暴露自己。二来其实也给我国提了个警醒什么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什么是契约精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前通通都是假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早已在西方那儿破产。如果中国继续在西方做生意，保不齐也会有点危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